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副秘书长何伯文。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苗博雅，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虎哥好，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虎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顾问 ，Thank you 哥陈柏惟。大家好 ，Thank you。好，那当然你看到陈柏惟的造型就知道，在中二这个选区呢，是过了2阶，然后进入了3阶，而所有这些国内在现在这个氛围之下，当然今天有非常多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的新闻，但是有一则的新闻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难过。那当然就是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正真的夫人在今天传出轻生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彭副长那个时候正在北院要开庭，那当然你可以想象他心里的难过。那当然希望彭夫人能够安息。那对于彭副市长，那希望他能够保重身体。而这整件事情，那也引发了包括民进党党主席黄国昌就直指北检，然后讲说良心能安吗？当然也直接民进党号召小草要到北院外面去集结，要守护每一个人。那这时候在国内的政治上面又发生了，在今天国民党团立院总召傅昆萁呢是在花莲，因为一般造势大概都在周末或周日，那他今天是在花莲周二办大造势，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是全满。而在这个同时，评检同时发动了大概有5个地方的搜索，那包括从不管是屏东、台东、花莲、桃园、南投相关的一些地方，那都有一些的搜索，而这些的搜索呢，那在过程当中，那搜的目的到底又是什么？你也看到，包括国民党除了林涛那时候在发生前面讲的憾事的时候，林涛就直接出来讲，那还要逼死多少人呢？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直接出来讲了，今天是彭正成夫人，明天可能会是任何人，所有这一些对国人来讲的话，在未来到底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而在这整体的一些所有的氛围之下，那你可以看得到，包括现在看起来的话，离大半年大概是25天，而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到底会怎么样？好，我们一开始先从前面这一段讲起。我不晓得，第一个，你看黄国昌主席，那包括朱立伦主席都直指执政党，然后直指包括政府，甚或字里行间，那也有人直接点到赖清德总统的名字。这些对你们来讲，你们会有什么回应吗？我觉得彭正生的这个夫人发生这个事情，我当然觉得非常的遗憾。那面对这个事情，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该拿这个这么惨痛的这样的一个家属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来做任何的政治操作。所以我们在这边除了表达这个节哀之外，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不需要去跟任何的政治或者是在进行中的司法调查做任何牵连。但是我们觉得比较遗憾，就是说在第一时间当这么悲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国民党的发言人林涛竟然拿这件事情直指说这个是被赖清德逼死。我觉得够人走也够人搭了我坦白讲，我觉得讲这样的话是非常非常不得体。一方面他利用这个事情在做政治的消费，再方面这样的一个不实指控，我坦白说，我觉得对国民党的这个声誉也不好。那我想说，如果林涛讲这样的话，那至少国民党内应该会有一些比较头脑清楚的人，至少出来能够缓夹吧。就没想到更遗憾的是，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出来继续加码。他说这个司法什么沾满了鲜血那这个整个还要再怎么样去逼死多少人，类似这样的话。那包括今天下午这个民众党好像也发动群众到北检，说要包围北检。好，那我觉得大家冷静来想这件事情，其实整个金华城案从当时的揭发一直到后来去提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提告的也不是民进党。当时去法院提告的正是钟小平跟游淑慧这2位国民党的议员，不断持续的追击，然后陆陆续续议会跨党派的议员筹组，甚至他们自己议会的内部调查，然后让这件事情不断的曝光。后来检方侦办，发现里面确实疑云重重。我想这中间很多的过程，绝对没有任何的什么是民进党在主导，或者是民进党的党的系统在背后操纵。这种荒诞不经的言论，过去其实早就已经曾经过，而且已经是被社会唾弃这样的一个言论不实
可是没想到今天发生这么沉重的这个彭正生的夫人，这个往生轻生的这个事件，竟然有人还拿这个来操作。我觉得国民党对这件事情真的要彻底反省，要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我问你看，我们刚才那个镜头画面，你在讲那个过程当中，画面是今天那个包括黄鸿昌主席他们在那个北院外面的集结，黄鸿昌主席直接讲，那要出来面对这些事情，然后要赖清德总统道歉，然后包括郑明谦要下台，诉求所有这一类的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当反智的一个说法我甚至于觉得这种已经超乎这种完全是不理性的一个说法，实在是难以回应那我觉得对于这样的话，从康奈尔大学法学博士的黄国昌嘴巴里面讲出来，我也觉得非常的意外。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完全是兜不起来，而且我觉得不要再利用这件事情来做个人或政党上的政治操作。这个是对家属最大的伤害。我们希望停止这种毫无人性的行为。我们也希望面对这件事情，已经在做政治操作或用各种政治语言在消费这件事情的政治人物适可而止。OK， 委员直接请教一下国民党针对这个，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是看到林涛，因为今天早上傅耕萁总召在花莲办大造势的时候，同时评检有发动大概5个地方的搜索吧。那在搜索的过程，那因为发生了刚才讲到那彭正生夫人的憾事，那林涛就直接讲了，你还要逼死多少人这些。朱立伦主席后来有在脸书也有发。那整体看起来的话，国民党是觉得这整件，因为刚才黄鸿昌主席他们在北院外面的时候，甚或直接喊了绿色恐怖，所以你们现在是觉得整体的氛围来讲的话，是国内现在已经肃杀成这样的吗？整体因为的确这个彭正生副市长他的夫人这样子发生这憾事之后，那大家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那当然，刚刚这个伯恩有说到说，这个一开始是国民党告发他，的确也是钟小平议员告发，有时候会没有就是说这调查小组的但即便如此后续的所谓的不管是检调他们释放的消息给特定的媒体，以及不断针对金华城相关案子讨论，然后有不同正确不正确的讯息讨论的，基本上还是偏民进党这部分人嘛。那还是回归到这个彭正生，或回归到小草或民众党支持者。他们到底认为这个后续推波助澜的是谁？那我觉得这个客观事摆在现场那你说，如果过去这个叫现在这个，不管是黄国昌主席，包含我们朱立伦主席针对这个彭正生案子的发言叫做政治操作的话，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造成这样子一个政治的悲剧？不是过去很多的政治的追杀吗？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在于彭正生他一开始面对这事情的时候，他今天有对外说，这个法庭对外说。他说他是认罪交保之后，为了要去跟他家人团聚，他之前这样做，但因为他的妻子现在过世了，他也没什么好顾忌的。然后他这个说他就说他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他把一切事情讲出来。他原本是认罪了所以他现在要把一切事情讲出来，是把原本认罪的事情重新讲一遍吗？一定不是嘛，一定是他认为这过程当中有接受到怎样不公平的对待，或怎么样的一个胁迫之下，导致他去做这认罪的事情嘛。所以包含之前讲到是减掉那消失那2小时的一个空白的消失，然后那个减掉的意思是说有1小时是吃中饭，那有1小时是律师去上厕所。那这样子真的在民众的对司法的信心里面，大家真的能认同吗？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一连串的这样子的司法的问题，跟讯息的释放，以及彭正生现在可能会针对他认罪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转弯或翻供的问题，导致大家会觉得说，那司法检调部分难道没有特定的力量或特定的立场吗？这当然回到现在的民众党是小草们，现在正在外面的这些支持者们，以及国民党的确除了彭正生的事情之外，国民党现在今天也有很多的党工。也是被这个约谈约询嘛，全面性的约谈约询。那我觉得一个基本的立场，做错事情有事实证据，我觉得约谈OK 没问题，我接受但同样的，的确以中选会前2个礼拜公布的所谓的这个可能伪造连锁或死亡连锁的事情，亲党团体也有但数量当然你会说没有国民党那么多。那请问一下，检调有办吗？或者是有在这个大罢免之前有去所谓的去调查或约谈吗？这相关的像是新闻跟事证几乎是没看到嘛，所以这也导致为什么我们支持者会认为说，的确在这个司法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差别对待，影响到民众对于司法的一个信心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一闪是好，我们把这件事情因为很遗憾出现这件事情，然后民众党是直接号召支持者集结北院。
民众党主治部说不能再沉默，这份沉痛、悲痛跟沉重，让大家选择提前站出来，因为这不是彭富一个人的事，每一位伙伴都是我们坚定守护的对象，愿真相早日揭露，不再被掩盖。朱立伦主席直接说，民党发动所有司法检调力量，要歼灭在野党，不知道国家怎么变成这样，要逼死他。彭正正夫人的感觉。然后呢，黄昌是讲说，台湾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国家？他讲了2次 ，OK。然后看着那些检察官，我想要问，这样逼死了一条人命，你们心里没有感觉吗？那林涛是在今天上午在发生这事，他就直接发说，主发会副主委家中遭搜索，彭正正出庭也传出家人的噩耗。多人不当羁押，他直指赖清德总统，赖清德总统还要逼死多少人？打掉杂志行动提前启动嘛？而这所有的过程当中，刚才委员讲的是，因为媒体上你看到，对，真的让人非常难过。彭富在法庭，因为刚好要开庭，在法庭外面，在嘶喊那个声音。同时他走出来的时候，媒体上面所转述出来的，他是讲说他那时候要交保这些，是因为希望让他的妻子安心啊这些。那既然发生这事，他说没有什么顾虑，他甚或喊说他是清白的。他说他是无罪的，所以他接下来要请律师把所有这样就这件事情，如果你单纯以司法来讲的话，是这件事情会不会跟柯文哲这个案子有没有影响？但如果再广一点来看的话，因为包括黄章主席，包括小草金在北院外面所有的集结，刚才你看到那些镜头画面，甚或绿色恐怖，所有这些词全部都出来，所以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彭富请节案算是旧事了啊，那任何人都可以为彭富来抱屈、抱不平啊，尤其今天这么难过的时候，唯独2个政党不能帮彭富讲话，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他们都没有帮彭富讲过任何一句话，尤其今天的民众党的这个集结，其实你去看昨天他们的公告，他们的集结原本是4点半呢。对。是声援柯文哲这1年来，你看过任何的小草民众党声援所谓的到北检或到北监去声援柯文哲，有提到任何一句彭正生是无辜的吗？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彭正生无罪，那谁有罪嘛？当然，最后3审定谳之前，这个东西所有的司法上面都要去厘清嘛。但是陈佩琪讲过啊，那个假章是彭正生盖的，不是我们柯文哲盖的。但是我要跟柯文哲问一句话：便当是你吃的，210是捐给你当主席的民众党的，1500是写在你的 Excel 档的，6次研议的过程你盖了6个章，然后你现在出事了，说没有，都是都委会的共识决，没有，都是邵秀佩的研议，没有，都是彭正生盖的章，跟我柯文哲都无关。然后今天彭正生出事了，你们说你们要声援彭正生，这有道理吗？更不用说国民党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在回忆1年前，是因为台智光案啊，柯文哲指的郝龙斌都是你郝龙斌的问题，台智光是弊案，是郝龙斌的弊案，郝龙斌才反击嘛，金华城才是你的弊案嘛。然后才有游淑慧跟钟小平，还有所有的国民党在议会里面把所有的资料送给检调去调查嘛？谁造成的？国民党造成的啦。我不要讲钟小平造成的，因为大家已经都围堵钟小平。每天黄国昌到北监的时候都说钟小平，我一定会跟你算账，不是吗？这个不是钟小平一个人的事情啊，是整个国民党在去年他们的战略就是要战柯案，不是吗？结果今天呢？你们自己陷入了所谓的伪造文书案，所以你们跟柯文哲、民众党司法互助，把这一切的后果都认为是叫司法迫害嘛，这才叫做政治操作嘛。所以你们跟柯文哲、民众党司法互助，把这一切的后果都认为是叫司法迫害嘛，这才叫做政治操作嘛。而拿往生者做政治操作，我觉得啦，真的政治还是要有人性啦。所有的东西，至少你先到人家的家属去慰问人家之后，然后看彭富有什么需要，再来讲政治操作的事情。到现在为止，国民党有任何一个人跑去安慰过彭富吗？没有，都在北检，没有，都在党部开记者会，没有，都面对媒体在指责赖清德，不是吗？有人关心过彭富现在的身心状况吗？没有，反而是民进党的人说彭富你要节哀，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情
这种不幸的事情，大家应该要拿来做政治操作。好了，第一个，当然我看媒体上报道，民众党在第一时间是有派人去陪彭复。那死者为大，那对台湾人来讲的话，那一定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希望彭复能够节哀。可是这件事情，因为你刚刚那样讲，因为毕竟是一条人命的事，所以延烧下来，因为彭复还喊了另外一句话，他说检察官良心何在？当他讲了这段话以后，那因为黄昌那时候不是他也有讲，他直接讲检察官必须要人命，你们的良心能啊，类似这些。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有那个就是录音带，然后包括那个光碟啊，那类似像那样的事情，阿苗那时候跟黄昌之间也有一些针对这件事有一些的对口。所以当彭复讲出这个的时候，我刚刚讲，因为他直接的可能是对柯文哲前主席这个案子会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是看后续的司法。只是对黄国昌主席来讲的话，他一直讲检察官办案什么，他今天还对着镜头另外讲了8个字，意思就是有没有威逼不当取供啊，类似这些，你们看着有本事就把它全部放出来。所以这会不会变成他们？最起码黄国昌觉得他当初讲的都是有道理的一些事啊。没错，他在进行的政治操作，对于所谓的司法判决也好，或检察官也好，会不会形成压力？当然会有，这也就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地方嘛。我这个过程里面，这1年多，我们除了谈罢免之外，为什么很少谈柯文哲案？因为他已经不是党主席了，一个不是党主席的一个被告，他有权利在司法上面主张他的任何权利。但是一个政党，你有8席的立法委员，再加上国民党超过国会半数的立法委员，你们现在透过国会的过半去压迫整个的司法，那这样的司法的纯洁性，未来谁会相信？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就是要学柯文哲，我背后有民众党，我背后有国民党，我的司法就会没事？这样的操作会让大家对于司法更不信任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讨论柯案这1年，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柯文哲就是一个被告，他有权利去主张他的诉求，但是政党在今天用这样的方式，用政治操作的方式去压迫司法，甚至不只是为了柯案，是为了在反罢免里面去针对赖清德去做一个诉求的时候，这对民主、对司法来讲都是非常严重的伤害。委员刚才一直讲说，第一个，国民党没有资格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去讲话，因为过程没有帮彭复发过声。那第二个，刚才特别讲到说，这整件事情如果一路这样延烧，刚才讲到这些所有的感觉的话，那对国民党是要借着这些在个案上去施压，甚或希望在罢免的反罢上面拿到任何一丁点的一些的好处吗？国民党现在帮彭复的不是就是单纯针对这个案子，然后发表对于司法上对他不公平的一个意见。那你说国民党有没有资格？我觉得这不是没有什么资不资格与否，而是针对一个客观的事实，展现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而已。那我觉得今天就是说，彭复发生这个事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他当然自己会去了解说到底哪一个阵营或哪个政党是真的帮他讲话，但我相信他现在也没这个心情哦。那所以我觉得各自发表完意见之后，你说民进党有哀悼，那民进党的哀悼，小草或彭复愿意接受吗？我不知道啦，但我老实讲，我抱着一个很大一个问号。那所以你说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为大罢免添加什么样的反罢的柴火或怎么样？我的确认为它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因为彭复他后来在法庭里面他讲的这些话，就代表说他在检调里面他是遭受到一些，不管他自愿认罪，换取这个所谓交保出来跟他太太的相聚，还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他必须去做这样的认罪的事情。然后这是有个转折的，那他现在马上就说我没顾忌了，所以我认为我是无罪的。换句话说，他从头到尾他都认为他是无罪。那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会有这个转折嘛？那这转折难道是国民党或民众党叫他转折的吗？不是嘛？想当然了，现在的司法体系，而现在司法体系这样转折对哪一个政党比较有利？当然，回到小草的逻辑里面，当然认为对民进党比较有利嘛。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今天同时在国内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事情，那。本来不应该把这些都摆在一起，可是因为今天在国内政治上面发生的事情是像傅耕萁总召在花莲，然后今天一般在周六周日办造势，他今天是周二，而且是全场爆满，光那个椅子当时大家看到就摆了大概2000张左右，然后有很多一些包括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啦或是立委这也有到现场，那所有这些事情一路往下走。但是
发生了这件事情，那当然同时发生了评检，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评检刚好也去搜了大概5个地方，然后包括各地方国民党的一些的党部，所有事情发生到现在，我有直接问一下，现在看起来，那尤其傅昆萁总召办这造势，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林涛，包括朱一伦，那都直接讲，甚或讲说就是要赶尽杀绝。然后陈玉珍委员是讲说要抄家灭族吗？要把国民党抄家灭族到这种地步吗？你怎么看？不，我觉得哈，现在当然国民党他们把这个对立的气势要拉出来。不过哈，我其实有一个感受，其实蛮难过的啦。那从小不是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要长大，要文明，要诚实，要跟这个社会的其他人产生信任跟连结。这我以为啊，长大是这个样子，结果我发现不是在蓝营这边的长大是抽残，是骂人垃圾，是说人家福寿螺，说人家低端，说参与民主的不同阵营的叫做青鸟侧翼，不应该存在，是蟾蜍，是塔绿班，那我就觉得哇，这跟我想象的长大不一样。另外一方面，权力结构的位置越清廉的越大尾。还是判刑越久的越大尾，在立法院党团总召的部分，傅昆萁是假离婚判刑炒股，那所以对我来讲是世界观的崩坏。只要能够死皮赖脸，把副总统的车祸，这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刺杀台湾准副总统未遂事件。拿来做政治揶揄的茶余饭后笑话，我坦白讲啊，我们很多人参与政治是为了要踩刹车，不然的话，像国民党的这种风气继续带下去，你只要有大尾，你有兄弟，你有判刑，你就会当佚佗跟总召，这你要怎么跟小孩子交代？你怎么对法学界的这一些在自己司法岗位上要求自己公正廉明的，我们说的所谓包青天精神，你怎么跟他们交代？就大家当然能捞就捞，能混就混啊。在党主席的选举上，陈根金跟韩国瑜就教中华民国的公务员能捞就捞，能混就混啊。所以立法院这一次，其实对应的叫做立法政变，让蓝白占据多数之后，把监察院砍到要自费开会，然后等到监察院有案子没有调查完，就说监察院渎职。把行政院东南西北中办公室3道业务费用归零，现在去那边卫生纸要自己带，冷气一打开就负债，这些都是现场发生的事情啊。行政院一方面删他预算，删到超删、乱删、滥删之后，再到此时此刻张启凯还在咨询内政部长说：“我有乱删吗？”谢龙介还坐在这个位置上说：“我哪有乱删？”整个社会都在教你说谎。这个就是蓝白阵营带来的问题啊。回到刚刚彭正生，有没有人去问问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现在的情况，就我所，彭正生是我的选民，他是高雄3民区人，我们也有认识，不要说政治上的认识，多多少少。彭妈妈昨天回到高雄，是彭正生要让他安心说，我应该没有问题啊，我再去法院问清楚、讲清楚就好了。太太可能有其他不一样的心理压力，做了不对的、不好的行为。那也希望他能够安息。问题是谁把他逼上这个位置的？现在大家舆论都在讲，可能是检察官嘛。那检察官理论上，如果把彭正生的话都问完了，他为什么还要施压？为什么还要让人家觉得说，他还要有什么没有讲清楚的话？因为柯文哲跟陈佩琪说是他做的嘛。彭正生的供词不是这样子彭正生是说，我认罪，我有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上面还有个老板。陈佩琪跟柯文哲怎么讲？一切都到彭正生为止，只有他有金流，谁害的？关绿营什么事？关赖清德什么事？所以检察官说：“你们两个讲的不一样啊！不然我再问问看你，我再问问看你。”逻辑是这样子嘛？对我来讲，彭正生有没有做，有没有罪，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的啊。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什么政治案件啊。我觉得很单纯的就是把事实厘清，讲给大家听，让人民相信法院会公平审判，就这样，很简单。对我来讲，郑文灿、柯文哲，你们讲得出来的，还有国民党，
谁都一样，在司法系统、司法制度上，让老百姓可以信任。不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吗？结果跳出来，第一时间不是谴责法院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不是告诉大家冷静，不要惊慌，第一时间跳出来骂赖清德啊！你跟我说这个不是政治操作，这个叫哀悼。你要不要讲给彭正生本人跟家人听听看？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这就是政治操作啦，骗鬼是不是啊？这是事实啊！你如果要让人家安息，要怎么安息？还他一个清白啦！到底是谁指使？怎么做到这个程度的啦？如果彭正生觉得他有委屈，他要把事情讲清楚，我100%支持。这有什么好犹豫或者是委屈的？讲清楚嘛！你如果觉得检察官对你有不正讯问，那你就讲；你如果觉得司法的过程有瑕疵，那你就讲。不要用别人的嘴巴帮你讲，尤其是黄国昌啊，关你什么事啊？从头到尾，政治干预司法最严重的就是黄国昌。我跟大家报告，如果绿营有被捕的，会发生什么事情？绿营如果有被捕的，被绿营嘴烂，但是你就不要想回绿营，你不会发生什么事的。对宋楚瑜来讲，对蓝营被捕会发生什么事？宋楚瑜新票案，馆长开3枪，柯文哲现在金华城所有的案子都是国民党弄出来的啊。那好，我问你啊，你现在连敌人都找错，连搞你的人都找错，你黄国昌有什么资格去跟彭家人问安？从头到尾都是他们脑中幻想的政治事件，这很单纯的是可以。如果我就讲很简单，橘子人类啦，柯文哲讲实话了吗？彭正生今天会还需要进进出出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是都已经坦诚不讳了吗？不就是有事情还没有厘清？不就是有人说他没有讲实话，彭正生一定有拿了，一定有没有讲的话，他拿比较多，我没有拿，一定有这个情况嘛？谁讲的？不也是柯文哲那一群人吗？不也就是你们自己想的脱罪方法？不然陈佩琪为什么要说假章是彭正生盖的？还他们家一个清白，就是你们不要再操作了啦！我当然知道黄国昌把它视成一个舞台嘛，我当然知道这些嗜血的人就会把这个馒头拿起来吃嘛，我知道嘛，这样子真的对台湾社会好吗？这些嗜血的人就会把这个馒头拿起来吃嘛，我知道嘛，这样子真的对台湾社会好吗？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可是 ，Thank you， 你看，你刚刚讲，当然，你听到当彭正生，彭前副执长，他讲说他是清白的，他也没有拿钱啊，什么这些。当他讲出那句话说检察官良心何在的时候，整个重点就会摆在检察官那一代了。没关系，所以黄国昌也一直在讲检察官，他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啊。好，没关系。那如果大家认为是检察官，我讲我知道的彭家人的说法，他认为我已经讲完了，但检察官还一直希望能够问到更多。我都讲完了，我还要怎么给予更多？那对我来讲很简单啊，你如果觉得他的给予更多是指柯文哲的部分，或者是给予更多是指赖清的部分，我请问一下，在这个案件里面是到底有哪一条线可以连到赖清德？那一定就是跟他有利害关系的同案被告嘛。是谁？是谁？问清楚，写清楚，写明白，会让检察官加压的人，绝对不会是你想象的那个什么政治。有一个人跑来打电话说：“你帮我处理一下这个谁，这个谁，那个谁。”不是嘛？他今天没有办法结案的原因，不就是因为关键证人没有回来？那好啊，那就是只能耗在这里，这个就是现况。今天会被拿出来是重提，是一条人命的价值跟重要性。我在这边不管，我不管任何立场，既然是司法案件，就让他好好专心处理。那如果今天真的要把它变成一个政治舞台的话，我会看不起现在站在上面的那一些包含黄国昌的人。这整件事情当然大家都不希望任何事情被跟政治之间能够要扯上什么样一些的关系，但刚才特别讲到，因为在国内，如果你真的讲是政治事件，当然就是傅昆萁总召在花莲然后办了大造势，因为这确实是跟大罢免这件事情，当然就跟大罢免一定是有关系。而这件事情你看到，包括在评检，然后搜了很多的地方的时候，包括林涛，包括朱立伦在讲这些的时候，阿苗，林涛是一大早就发了，就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然后他就直接讲，甚或直指赖清德还要逼死多少人？什么清除杂志行动开始了吗？好，
那朱立伦那也讲，然后很多像这些，但是蓝营这个时候也把傅崐萁在花莲这个大造势视为是不是在期权开始往上翻腾了？是这样吗？这个我看到这些事情哦，其实我觉得很遗憾啦，就是说台湾民主化走到现在已经37、38年了，那政治可不可以给司法一个公正、不受干扰的审判的空间？哦，我想这个柯文哲的支持者一直在讲说这个案子有政治力介入，你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看的话，这一些不管是在法院外面的集会，对于检察官、对于法官个人的肉搜、人身攻击、起底这些，是不是同时也是在进行影响司法？这个案子我觉得走到现在最遗憾的是说，好像法官跟检察官还有律师，大家在法庭上面的论辩，已经没有什么就法论法的空间了。我想谢律师在这边，律师也很清楚哦。现在的司法，你要说3个在法庭上的检察官可以迫害坐在对面的每一个都配备2、3个律师的被告，然后下面台下还大家一起看检察官怎么在公开的法庭迫害被告，那我想大家是不会认为真的有这种事情。像我自己金华城案5月20号法院传我去作证，其实在现场检察官最多不过3个，但是现场的律师啊超过10几个。那所以我觉得这案子为什么我一直没办法去认同黄国昌、张启凯他们所讲的存在黑影重床啊、这个黑箱啊、这个破坏等等，因为他们讲了很多，其实都不符合法庭上发生的事实，包括他们前阵子一直在讲说这都黑箱啊，检察官黑幕重重这个不正讯问都不给勘验，但事实上有没有勘验？就是有嘛，就是因为法院都有同意勘验，所以今天排的庭期。原本才是要勘验彭正生前副市长他的侦讯录音录影嘛，这不是什么黄国昌通过了法庭直播，所以法庭才开放勘验，是本来就排好的勘验的庭期啊，包括朱雅虎现在接续者也会勘验啊，所以他们先前讲的什么侦讯光碟都不能公诸于世都没有勘验，其实都是不符事实的政治语言呢。那包括今天看到这个，说实在的，每个人心里都沉重，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乐见。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一件事啊，就是我们现在至少到我们录影的这个当下，都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因为现在事情刚发生，然后呢，这个彭太太本身她有没有留下任何的意思的表达，她有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示，还有她最近经历过什么，其实我们都不清楚啊。那我们都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可以随便去乱连结啊？一定是这样，或一定不是那样呢？但是在我们录影的同时，已经有人立法委员、政党的主席号召要去包围法院了。那为什么要包围？因为他说他要去营救那个涉贪的他的前党主席。那我想请教一下，如果今天执政党真的有干预司法，一定是人人谴责之，这个不用讲。那可是，如果说一个因为涉贪被司法追究的政党，他现在用这种所谓舆论审判，用这种群众动员的力量，在干扰进行重案件的审判，那难道这就不是我们该反对的吗？那当然我也可以理解啦，就是说对于国民党来讲，为什么今天朱立伦、林涛要讲这样？因为国民党的局很简单啊，现在国民党就是面临到公民的力量的时候，他要开始抓任何的浮木了嘛。任何的只要他能够抓的，他因为国民党像个溺水的人啊，一根稻草飘过来他也抓啊。那现在呢，这个发现说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当然林涛一定是接受朱立伦的指示出来打一波舆论嘛。这个是现在他要抓这个浮木，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政治上不是所有浮木都该抓了。我讲真的啦，最近你看那个国民党他们去宣讲的内容，像今天这个陈玉珍他又讲了。哇，你们大家要想想看啊！你们婚丧喜庆的时候都是谁陪在你们身边哦？这些，然后就有网友在传说，所以立法委员的职责是跑婚丧喜庆吗？那你为什么不去当立委助理就好？你要当立委本人呢？那可是问题是，为什么陈玉珍要讲这？因为现在国民党就是要动员出所有一切的选票了。国民党已经不管说你来支持这些立委的原因，是因为他真的做得好，还是因为他曾经有去你这个家里面。联香，或者是你家里面有人结婚的时候，他要去恭喜，
他已经不管了，他所有的票他都要刮进来嘛。然后包括傅昆萁，哇，他讲这个演讲，然后找这个馆长来这个站台等等，就是他们在国民党在表示什么票他都要了啦，他已经没有在管了啦。那可问题是，选举大家都选过，大家也懂啦。可是牵涉到这样子的一个不幸的遗憾的事情，真的该抓这个当浮木吗？就是你要去说批判赖总统他的实讲哦，里面有用词不当，有什么什么这些。其实正式攻防，国民党照着这个去攻防，那是他本来就会做的事情。那甚至搞不好傅昆萁到最后，他所有做过的陈情案件，所有人他都会打电话去请他支持，这在政治上都正常了。但是我觉得要有底线，不要针对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司法案件去做干预，更不要针对一个大家都不乐见的遗憾的事情，在真相未明的时候就急着做政治的消费。我觉得这都有点超过我所认为的政治该有的样子。委员，现在阿苗刚才字里行间觉得国民党在做政治的操作或消费是吗？我们现在在消费这个彭复的这个憾事嘛？我觉得就是譬如说金华城案子哦，那刚刚一直在讲到周小平议员的这个告发，那当然这个之前其实检调其实也这个早就已经有很多资料，其实这个时间刚好重叠哈。那即便周小平国民党籍的周小平议员告发。那为什么民众党支持者最后，当然周小平议员有被这个小草柯子哦，但为什么大家会认为是民进党的持续的追杀？那就来自于后续跟上都是民进党党公职的干部啊，那包含他们的侧翼等等啊。那这实际上曾经在社会上形象就是这样嘛。那包含刚刚一直在讨论说我们不要去消费这些事情，我当然觉得这个事情是憾事啊，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大家会觉得遗憾。以及发生原因是什么？那开始有在开脱说，哦，其实彭正生是被这逼的，是柯文哲是陈佩琪。如果今天彭正生他真的是认为是柯文哲跟陈佩琪的话，他不会在法庭里面讲说是检察官要他的命。这柯文哲诬赖我，柯文哲陈佩琪要我的命，最大罪的应该是他们啊。但彭正生认为是检察官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整个呈现出来的形象就是，我觉得现在不是要去追究跟讨论说为什么发生彭正生跟他妻子这个事情，而是怎样的原因造成他妻子遭受到这么大的压力，承受不住，要以死明志。那他以死明志的这个志，他是想要呈现什么样的形象？这才是大家所关心的嘛。但你回到整体的司法案件里面，大家当然会担心这个是有特定的司法目的。而彭正生是这个，彭正生包含他妻子是这个司法打底下的一个被牺牲的一个棋子，这才是我觉得现在应该去探究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嘛 ？OK，当然，那彭复接下来在法庭里面要为自己的权益，那他接下来那会怎么样去捍卫？那当然是大家瞩目的一个重点。但彭复万望节哀，这几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而大家看到，在国内来讲的话，整体的国内在政治的氛围上面，大罢免的氛围，当然那现在看起来的话，离整个罢免投票还有25天。这25天里面，那还会有什么样一些变化？包括各地方都会有造势，每到周六周日，但没想到是今天，那傅昆萁总召是在花莲选这个大造势，而那个大造势除了造势以外，那选的那个场地也是大家所讨论一个重点。当然有人讲说，那在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嘛，那个地方好像就是当初夜霸上公司夜霸那个地方。3月2号，中正也是同一个广场，同一个广场。OK， 那在这整个大造势的场合里面，包括傅昆萁总召说了一些什么相关的一些帮忙造势的所有的一些政治明星说了一些什么，让你看一下。来，这么多年来，当婚丧喜庆的时候，当你家里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是谁在你身边？是傅昆萁去徐榛蔚，对不对？对。那些到了选举罢免时候才出现的霸团，他们平时有一丝一毫关心我们花莲的发展吗？没有，没有。他们号称为公民团体。对了，我也觉得他们叫民团啦，因为民团就是民进党的团体嘛。所以今天我想跟花莲人民讲，民进党就是个骗子。傅昆萁总召啊，我以前也误会他，我也跟他吵过架，我帮他背书，他真的没有愧对花莲人，他真的帮各位在争取很多的预算。昆萁，我同意罢免，支
我们绝对不是傻子，对不对？对。我们是总统的头家，对不对？为台湾加油，好不好？好。为花莲加油，好不好？好。花莲加油！花莲。来，尚龙，您的解读，同时你看到刚才的画面里头有拍那个浪景。整个你说那是体育馆是吧？体育馆，中正体育馆，哎，我去过。那个地方是从平面做的，还有楼上2楼几乎都是坐满。所以傅昆萁是要展现的是，我就是有实力在这个地方。那包括陈玉珍帮他讲的，不管是你说花莲是帮花莲谋福利的啦，或是跑红白铁啦，所有这些，那个显然就是一个秀肌肉。告诉大家讲说，他还是在花莲有这样的实力啊。哦，当然，那你今天也不是假日嘛，对啊，礼拜二假日选在中正纪念馆里面嘛。那中正纪念馆里面，它大体上如果不予比赛的话，大概整个满座是2000多3000啦，整个满座它可以坐到3000多人啦哈，县立的体育馆哦，那当然，那么选在非假日摆这一个人潮给你看啊，当然就是告诉你，我依然实力坚强嘛，我依然有我的支持者嘛哈。虽然其实都知道了，那大概都动员来的啦，大概都知道。那下午的时候，他还有在玉里的艺文中心也有一场嘛，一北一南嘛哈，那花莲的地形，一北一南各一场嘛哈。那当然。你说这时候办这个，当然号召去的人也蛮有趣的嘛，哈。你要说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白的啦，你可以看到可以吹动深蓝的啦，你也可以看到馆长啦，什么网红的那个流量的年轻人啦等等的一些问题嘛，哈。那值得玩味的是昨天突然发出通知说今天不让媒体进去。值得玩味的是，昨天突然发出通知说今天不让媒体进去。不让媒体进去就是管控现场嘛，3月2号惨痛的教训还摆在那里嘛那个因为日期记得太清楚，3月2号也是在同一个地方要什么植树节，什么要发什么，对，结果叶爸在那边痛骂傅昆萁被请出去嘛，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嘛，同一个地方嘛那可以看得出来，你不让媒体进去。可是因为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啊，他用直播嘛，好，然后没有，他有安排人，他有安排直播吗？没有，他有直播，然后他有安排人在旁边盯着，就如果有人看到录影，就提醒一下不要，就像演唱会等级啦，每个区都有人在看，记不记得？在演唱会买那么熊啊？因为3月2号那一天夜霸事件，那个影片几乎都是现场的人拍出来的嘛，几乎都是现场人拍出来嘛，是啊。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叫做管控全场嘛，避免再重蹈覆辙嘛。今天要讲白一点的话，你能保证没有烦你的人想要借机进去看你在里面做什么吗？我相信会吧。我相信一定会吧。所以他是场控。全场他这个最简单的一件事，管控现场啦，不要出乱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还好了，他是昨天发布不让媒体进去嘛，不然今天万一跑到现场了，这个挂名是县党部办的县党部今天被搜索党主席又来大家麦克风嘟上去，全部失焦，全部人问你花莲党部的事。被搜索的事，全部问的可能都不一样了，那甚至于如果狠一点，有人问，台湾人的性命决定在中国14亿人口，你同不同意？所以有很多问题问出去，其实会让现场其实蛮难看的，因为到最后你出来的画面是什么？最简单的一件事嘛，我们干媒体都知道嘛，现场这些画面。坦白说一句话，会有这么多画面，是因为你不让媒体进去啦。媒体进去看你们讲这些讲话也没兴趣啦，觉得很无聊对，有兴趣的是要自己问的问题啦。那当然毫无疑问，
一定问花莲县党部嘛。有，对，这个花莲县党部办的啊，花莲县党部。然后最有趣的一件事，昨天之前没有朱立伦，昨天的图有了朱立伦，这是之前，之后，之后有了朱立伦。所以大家在你是把那个之前之后摆在一张上面，这是一张，这样折起来就是一半一半。OK， 这是之前的没有朱立伦，之后有朱立伦，那大家就很好奇是朱立伦临时自己要去呢，还是什么？也没有啦。其实上个礼拜，就说朱立伦今天会到花莲啦。那为什么会到花莲？为什么不把照片？对，这就是一件让人想不透的事，而且之前。你发出去的都没有朱立伦，而朱立伦上个礼拜，听说人家跟他办公室主任聊天的时候就说，今天他也会去花莲，那就很奇怪了，那为什么没有？党主席、党部办的活动，党部的文宣没有党主席，这是很奇怪的事。但是你仔细想一下，他连昨天发给你说媒体那个不开放的时候，他的日期打6月30号嘛，对不对？6月30号。他括号里面是对不对？星期日这张，对啊，那6月30号是星期一啊，还打过了，所以你就看嘛，党部也不是啊，那党中央也在揣测是不是党部的问题嘛？党部的问题，我还是说，通知以后装不知道，然后在前一天才把它放上去，因为这份海报是比较新的。这份是昨天才出现的，才有朱立伦呢，那就不禁让人联想，陈淑蓉要提案严选那个党主席的时候，大家都说陈淑蓉是谁的人嘛？傅昆萁的人嘛？那感情是不是变得点？大家在揣测这个问题。上公，除了这个以外，朱立伦，你看刚才在镜头上面有一次，朱立伦喊话说，希望大家放下恩怨，团结挺傅昆萁。你在节目里面分析过花莲大概几大派，包括张俊议长张俊派，张俊嘛，包括花莲市魏家，花莲市长魏家啊，然后包括那傅昆萁傅家，然后包括民进党。所以朱立伦显然知道，所以他喊所谓放下恩怨，他不太可能喊民进党放下恩怨嘛，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喊的一定是张俊跟魏家吗？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系出同门嘛，都是国民党出身嘛，是，对不对？我喊话，我不晓得他喊给谁听啊，但是喊了也白喊了啦。为什么？朱立伦就任10天左右，张俊北上，他当时是什么？花莲县党部主委，当天傍晚他发了一个声明出来，阶段性任务完成，辞党部主委，当天来见朱立伦，当天晚上发。当选议长痛骂朱立伦包庇这个护航那个傅昆萁，退党。张俊是有，好像我记得他有说过，除非朱立伦下来的一天，不然他不回党。朱立伦讲那些话讲给谁听的，我也不知道啦。当然，就算讲给张俊听，张俊也一定不听啦。也一定不听啦。那大家也知道嘛。放下恩怨怎么放？你的人马吉安乡乡长的看板都已经挂到玉里，挂到哪里了？要选县长的态势，对不对？魏家贤也挂了一大，也是挂出去了，对不对？游淑珍国民党啊，人家魏家贤现在是无党籍啊，人家也是无党籍啊，要选县长啊，那你说傅家会不会突然转向说为了大罢免去支持魏家贤？我不知道。因为花莲市代表会3月17号选的时候，他的主任他都可以放弃了去支持杨哲峰，这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转向啦。那搞不好最后10几天看来很不乐观的时候，会不会转向我也不知道啦。那朱立伦喊那个在花莲已经是各个系统。其实反复的就已经确定 ，OK， 那个大概也不会转变了哈。上公刚刚讲这个，委员直接问一下，花莲这一战显然对各阵营来讲都是重中之重。那这场造势以外，刚才居然朱立伦喊放下恩怨这些，上公刚刚的解读喊了也没有用，也不知道喊给谁听，喊了也没有用，真的这样吗？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要怎么守花莲这一席？
我觉得当然花莲长期这个不管是傅昆萁或者是徐正伟他们这个当县长或当立委，其实花莲当然他们扎根很深哦。那也因为这个扎根很深，造成很多地方势力上的一些竞合跟一些矛盾哦。譬如说张俊议长跟傅昆萁之间，大概这个矛盾也是蛮明确的。然后包含张俊议长过去跟朱立伦主席，所以我觉得当然主席在这个台上的讲说放下个人的恩怨，我觉得是释放出一个讯息，但的确，如果要真的要保住傅昆萁在花莲持续下去的话，除了这个我们这个傅昆萁本身的支持者之外，张俊他是有地方组织票实力的一个在地的政治人物。那我们用怎样的更柔软的身段，希望他放下过去的恩怨，不是用喊的嘛，还必须要做。那我相信主席喊出来之后，接下来就应该要去做了。那当然这样讲啦，之前。主席有透过他岳父的舅属去找过张俊谈过，但没用。我们就第一次闭门羹嘛，就再一次嘛，对不对？再一次。那努力嘛，还是到7月26还有时间。那当然，我另外讲到一下，这个上官也很清楚哦。魏家在花莲，当然以花莲市为首，他当然魏家贤接下来看起来看板已经摆的是要选所谓的花莲县县长了。当然，以国民党籍傅昆萁支持的是游淑珍，就应该是吉安江乡长。吉安江乡长。老实讲，这个对花莲在地的民众，虽然魏家贤是无党籍的，但对当地民众都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蓝营背景出身的。我相信花莲市民都很清楚哦。那的确，未来选举会有这个竞合跟矛盾，但现阶段要保住傅昆萁的话，其实老实讲，傅昆萁对于魏家现在目前就我所知没有去扯傅昆萁的后腿，但也的确在帮忙傅昆萁的部分的话，力道有没有出来？我目前是不知道，他们还是维持这样子一个立场。有帮忙？我不知道，他不知道，就是他们就在地自己。他们家族有教联署书没有吧？有，然后28联署书，所以我觉得我还可以跟你讲几份，830几份。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当然为了要持续的反对罢免，要让傅昆萁撑过这一场这个战役的话，当然包含张俊，包含我刚刚讲魏家，都是需要解铃还需系铃人。那能不能谈？过去也曾经谈过，我觉得不是没有机会，所以透过这一场朱院主席喊出了放下个人恩怨，我相信是一个契机跟一个可以谈的开始。OK， 可是现在对傅昆萁总召来讲的话，最麻烦的可能不单是在陆战或者组织啦或各方面，在空战上面，尤其是刚才讲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场地，有人说哪里跌倒哪里站起来，因为当时夜霸3月份的时候那个夜霸的画面，那最近几天你在网络上看到，也有很多人看到那个画面会感动，因为夜霸站在街头啦，或者你知道老人家站在街头，最近天气又热。那不止这个，还有千岁团，银法千岁团。我就说，对傅昆萁总来讲，恐怕那个空战的这一系列，是他在未来来讲的话，恐怕要非常认真去面对的一块。我觉得最近网络上都在传这个夜霸他在路口这个转角在那边鞠躬，你知道很多人看到那个影片眼泪都掉下来。夜霸不止这样子他不止在定点，他还真的去走。他走路的时候一跛，因为他脚受伤。然后他加上年事已高，可是他觉得他坚定信念，因为他之前讲说，他说他如果死后，他的这个墓碑上面可以刻不枉此生，就是把傅昆萁罢掉。他觉得对花莲土地有贡献，感动太多人。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个是花莲自动自发站出来的公民团体他们不断被抹黑是什么民进党的侧翼是民进党派来的，民进党花多少钱，一个月领多少。我跟大家讲，这些人的面孔。你仔细去看一看，每一个都是在地热爱花莲的这个志工，每一位都是这个热爱花莲的这个乡亲，没有谁是谁的侧翼，也没有谁是这个花钱去动员出来，甚至于他们都自己花钱。好，那我要讲，相较于他们，你看这个他们的任何场合都是公开的，也不用担心说什么谁拍谁，你要拍就拍，欢迎宣扬我的理念。他们的理念就是这个。罢傅成功，花莲重生，726呼吁大家出来，这个投这个同意罢免票，就是这样。可是相对于傅昆萁，遮遮掩掩，明明号召这么多人来这个做造势大会，结果现场禁止人家录影。我跟大家讲很简单，为什么造势大会我们都希望越多人知道越好？因为我的理念。我的想法，我的价值是经得起检验。我希望更多人了解。就是现场2000人，如果每一个人录影再传去给他的朋友，那可能那个树枝状的散播，这个叫网络上叫病毒式的传播。我们当然希望说越多人知道就好。
没想到说傅昆萁找那么多人来，然后每个人都说，不行，这个不能录影，不能录音，手机收起来。这个实在很夸张。你知道我们的造势大会是这样，我们都不但欢迎大家录影，而且我们会讲说版权没有，翻印必胜，好，欢迎你翻印，不是必救，欢迎翻印必胜，翻印大罢免必胜，然后欢迎大家这个不断的转传。他就是因为他经不起考验。好，那我讲为什么？很简单嘛，他每天在那边跟花莲的乡亲关起门来，他才敢胡乱。不信你公开出来讲看看，好，说什么，什么民进党，这个什么绿电贪污6000多亿，结果一看抓起来的几乎全部都是国民党的人，第二个他讲说，因为我在花莲才多161亿耶，如果被罢免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跟大家讲，这些年来中央补助花莲超过1000亿，这我都先不讲之外，去年04、03，我要问傅昆萁，中央第一时间拨了一笔特别预算285亿哦。因为为什么我特别讲这笔预算？我们现在到花莲，很多乡亲在抱怨说，我们被贴红单黄单的，到现在都还没办法重建。你这285亿，中央拨给你预算，你怎么执行？他不但没有执行哦，你知道吗？他在立法院还把预算砍掉，砍掉什么？砍掉东办的预算。东办就是专门协助这个地方来申请这笔经费拨补，然后来协助民众重建的。结果他竟然把东办相关的这个办公室人员的预算全部裁撤掉，裁到现在这个部分变成整个是空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都在跟这个地方民众扯谎。裁到现在这个部分变成整个是空掉。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都在跟这个地方民众扯谎。好，那一天不是找这个交通部长陈世凯去啊？交通部长亲自到花莲去，那是表达对花莲地方的这个重视。你照理讲，你要跟他这个争取建设，结果在那边鬼扯，什么中央都没有补助，都是怎么样？那请问，如果中央都没有补助，那这些年来中央编给你的数千亿的预算，你都花去哪里了？为什么让花莲人感受不到？所以我这样讲，我觉得傅昆萁为什么这次我认为罢免，我觉得成功机会非常非常大。我不要说别的，这跟政治都没有关系。你光是把叶霸老师他这个精神跟傅昆萁做两相比较之下，你觉得人民会做怎么样的选择？已经很清楚。OK， 那我们就从 Thank you 这里来讲好了。Thank you， 我们在讲说对这场726要做的投票。那因为被罢的24席是国民党的委员，势必要降低仇恨值，然后降低个人的仇恨值，然后想办法把他们支持者热情要吹出来。你刚刚讲到那个热情，讲说他们现在势必要拉高对赖清德的仇恨值，想办法吹出这些。到目前为止，你看到这一部分有成功了吗？因为包括赖清德总统讲的10讲里面的那前面是3讲，那3讲里头，国民党到现在连傅昆萁刚才也讲说我们不是杂质，对不对？显然他们是拉着这一些一路往下走。那刚讲到吹热情，刚才伯恩讲说像叶霸这些，好，同样在你身上，那为什么要理这个头？那大家知道是为了中二这些，所以对很多人来讲，那你是很疼惜头发的人吧？还可以啊，还可以 OK， 因为对很多人来讲，你要去理这个头或什么，一定要有很大的动力才会去做嘛。那国民党为什么要吹自己的支持的热情？难道一定就要用那个打赖清德去吹出来吗？没有办法让所有的热情，就像你这样为了一件事情，当然他们不见得要剃头发了，而是说为了这样子，连剃头发都愿意做，像这样的热情怎么吹得出来？可是有很多的时候，国民党不是没有招啊，光各县市首长，像蒋万、卢秀燕、张善政，然后包括侯友宜。4大诸侯顾每一个地方层层叠叠的顾，蒋万最近用字遣词也非常辛辣，所以用这样的方式，难道没有办法吗？民主的国家，不同的政党会因为他对未来的想象不一样，而影响他取得权位，或者是不愿意离开权位的手段跟方法。那过去我在被罢免的时候，我没有讲过人家是垃圾、福寿螺、低端。这一种话，因为我知道我的支持者期待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维护台湾的公平正义。我们以小博大，小虾米对抗大金鱼，消波块 VS 原作者，是这种概念。在那一个位置上，我们会被攻击，我们会被指责我们会像仆人一样
被这个民间的主人，也是民主来对我们嬉笑怒骂，在网络上对我们调侃、揶揄、讽刺。但这就是民主跟言论自由之所以在一起可贵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当我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那我就应该要做这些事情。那国民党不一样，他的支持者是允许暴力、恐吓去抢人家的东西。他们的老大刑期越长，做得越久。他们在党内斗争的时候，张俊跟傅崐萁是可以杀到刀刀见骨。朱立伦如果要张俊回来，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张俊的脸书。他在今天这场舞台这一场造势登场之前，张俊才刚刚发文指责朱立伦，指责国民党去挺傅崐萁，而不顾钟东锦跟张俊，才刚刚发文，你们连文章都没有读，我就怀疑现在啊，打开朱立伦的脸书，看看他是不是取消追踪张俊了？你怎么好意思叫人家回来啊？刚刚发而已，你要呼唤人家，你也好好的看一下他现在当下的心情跟文字，没有嘛？嘴上的谈兵，嘴上的礼貌而已啊。韩思想过一句话，说不恤乎公道达义。偷和苟同，以慈禄养骄者，是为国贼。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工作上面没有讲公理，没有讲道义，你迎合圣上只是为了维持你的俸禄，那你就是国贼。现在的国民党让傅崐萁当总召，就叫认贼作父，更正一下，认父作贼。整个国民党，他到底政治论述跟理念，坐在位置上立院多数的价值是什么？你说？你做的什么东西很好？你讲马英九，就算他是骗的，我都还有印象。有一个633嘛，只是最后跳票。有一个我准备好了啊，那个大哥哥县市长出来说，我准备好，我们要当执政党，拿回政权，要替台湾做事了。那个出来有80%的人都判刑了，但是至少有这个印象。你有一个呼喊的未来愿景跟口号嘛？我看现在的国民党的未来是问号我不知道给你们执政要干嘛你今天我投给民进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反共啊。那可是我投给蓝白，他们是反赖啊。反赖完了之后呢？反共我们可以有主权独立的国家，反赖也只是让你蓝白可以当这个当权者，可以让你们爽而已啊。对我老百姓有什么好处？那你现在要集结嘛，达成反共跟反赖嘛。所以现在开始，不管是这个我们牛委员叫人家垃圾吗？马委员叫人家福寿螺，那让你们当权，那我还得了所以打到极端的时候，他们现在的想象是这样子：绿营一定有25%，那蓝营要想办法反罢免，要盖过他。当然这2个数字都是未知数，但问题是他在集结他的民众的方式，他也了解的读取到了他的支持者就是这一群不择手段的人他才会用不择手段的方式拿回政权嘛。而我们当时面临反罢免的时候，我为什么不择手段？我为什么不去骂人家呛销，跟人家有的没有的？当然，一方面也是生命宝贵了，但另外一方面，这个梗没有人听得懂。在那个选区生命的听得懂哈。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就算我不在那个位置上，民主是一代一代上来的啦。你们今天把我罢免掉，那你下一个要选比我好的上来给我看呢？那后来林静怡的确，他就是一个比我优秀，而且政治资历比我还要长的人。他上来在这个治理期间，他也做了很多推行这个怎么样地面上的政策嘛。那最后没有办法，大家还是喜欢我讲一个故事啊。萧美琴当过花莲的立委，萧美琴有一次是参加一个团体的活动，那这种传统的地方大家喜欢捐款嘛，所以他就开始唱名了。张义赛3000啊，大家就鼓掌嘛。苗博雅5000，大家就鼓掌嘛。萧美琴看一看不对，这个就问他的幕僚，这个要不要？他给减调虎。萧美琴就拿了5000块出来。萧美琴5000，傅崐萁10万。从那一次开始，萧美琴就不捐了。你10万哪里来的？当然，他们这个傅崐萁喝呀，傅崐萁的对我来讲的财产不明、来源不明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但问题是，他们就喜欢这样子，他就喜欢你在邻里巡守队敦亲睦邻的时候，来给我包个1万2、5万。他就喜欢你能够在工商喜庆的时候念得出那一些他身边的事情，他不在乎你在立法院是不是乱搞。那这一些人回到地面的时候，还会跟他们讲说，都是民进党在抹黑，我捐出110几亿。其实我坦白讲，我认为台湾人不是笨，只是不知道他们的钱哪里来的。
你以为他争取的东西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花莲的那个夜市，大家已经讨论过了。东大门夜市里面的地砖2亿，外面6亿，有必要花8亿去铺路吗？铺的还是大理石花岗岩的路？这些都市规划都是在我们这种可以理性讨论的这个，不管你要说政党或派系之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是一个愚蠢的决定。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做？因为他能够拿到多数人的选票，然后去做那一些事情。好，那我讲简单的，你对未来的想象到底是什么？眼下我认为剩下1个月的时间一定会变成反共 VS 反赖。那反完赖之后呢？国民党现在的策略就是第一个，他要他的始终的支持者不择手段的替他拉票，或者是压制这个同意罢免的人。第二个，跟他们有利益裙带关系的人，我养的、我投资的、我斗内的这些人要挺我。那第三个就是要欺骗中间选民，让你相信那一些钱都是被民进党挖走。那些台电的补贴，他不会跟你讲说我严宽恒1年可以操作3亿的台电补助敦亲睦邻，在地方盖区公所、盖里民活动，他不会讲。但是呢，他就跟你讲说，你要把钱拿去补台电的亏损。台电的花费不是只有电费这件事情，还有养人，还有各地的敦亲睦邻。我甚至跟你讲，那个火力发电厂就是严家争取过去的，你们都不听啊，不相信。好，所以欺骗中间选民这件事情会变成左右罢免结果的关键。就这一群中间选民，如果他愿意理性静下心来看这一次罢免案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单纯的戴一个眼镜贴了蓝绿，听到检察官就先预设检察官是绿的，对司法人员来讲，这种说法是侮辱。你要想一下，为什么你听到冯胜生指责检察官，你就觉得检察官是赖清德的人，检察官信赖，那就表示你已经被政治影响了，因为他们花了1年的时间在让你相信司法机关是赖清德圣上面试的，根本就不是。所以中间选民的选择会决定这一次罢免的结果。那我认为我对未来的想象是台湾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会支持给我有未来蓝图擘画的团体，而不是只会靠着在社会斗争分裂，凡事必提赖清德的这一群蓝白阵营。三哥问一下，你刚刚讲未来是反共 versus 反赖，我认为局势很明显。那如果这样的话，馆长这2天有几个说辞，第一个，他讲说他现在阶段性的任务是要让台湾人，那有一天也认为觉得自己也是中国人。OK， 那第二个是他讲说，那台湾人的性命未来要由全中国14亿人大家一起来共同决定。那我那个用字遣词，我不知道那个原文是不是大概意思都是这个样子，你觉得呢？我很早就反对过这件事情了。我认为台湾的未来就是2350万人决定，这个也是台湾民进党的台湾全图决议文，甚至是很多无党人士，包含国民党本土派支持的，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台湾跟中国，你要用92共识、统一、独立什么去2国论去讲，那个都太复杂。对我来讲，就是台湾跟中国不一样，是全世界的共识啊。台湾跟中国不一样，不只是国民不一样，政体不一样，人民不一样，文化水准不一样，用的钱也不一样嘛。台湾跟中国不一样，就是全世界的共识。但是中国要吃台湾豆腐，就到这里。到这里之后，你就有2个选择，一个是你们14亿人决定我的未来，好爽哦，好想躺在家里，你们都拿人民币砸我，这个就是陈之汉支流想要发生的事情，这不会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先不用麻烦了，你过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不好？即便是独木桥，我们也没有要跟你一起走，好不好？我日子好不好过是我自己努力来的，跟你没有关系，不要插手我们的内政，这个就是所谓统派独派的极端原型。所以陈之汉是个很包容、很宽容大量的人。当年被开3枪的时候，傅昆萁的儿子发了3篇限动，说怎么不打准一点，叫他去 SES。然后今天站在傅昆萁前面，我帮他背书了，他很替花莲争取预算了。如果这种变来变去的变色龙是在台湾公众人物舞台上行得通的话，那我们现在也来祝福他，打准一点什么干嘛的？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道德水准的底线。来，委员，第一个，国民党未来要主打反赖 versus 反共吗？因为现在看整个罢免主轴，反共是一块，那国民党是要打不只是蓝绿对决，是要打到跟赖之间的对决吗？因为现在国民党面对的就是，毕竟整个大罢免从一开始民进党号称的公民团体这个发动成立
那到后来赖清德不演嘛，直接就跳进来了，而且是跟霸团站在一起嘛。所以当然，这个最主要敌人的确是以赖清德为首，民进党跟他们提供的所谓资源嘛。所以是反赖吗？就是当然是对抗所谓像赖清德为首的民进党，好的党或政府，当然是现在的一个诉求的一个主轴了。所以如果今天这个民进党包含亲党团体把国民党立委罢掉之后，维持赖清德现在的团结实讲的这个路径里面，的确是朝向一个法理论述上的一个台独的路线走嘛。那国民党的立场是怎样？我们要维持我们中华民国的一个主权独立性啊，跟我们中华民国的存续性啊。那当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维持中华民国现在宪政体制，包含在立法院里面能制衡监督，这也是才是我们的诉求，而不是单纯的去反对赖清德。OK， 接下来看起来的话，国民党现在在整个打罢免里面，赖清德总统的10讲，今天晚上要进行第4讲嘛？对。那到目前为止3讲，显然是非常多人拿这个来当做就是赖清德总统讲的，像譬如连蒋万都讲说好，譬如说有媒体人，然后人家讲媒体人觉得赖清德总统是不是讲不错？说讲那寇姐说他是不是讲的不错？蒋万就说我也觉得讲的不错，继续讲。你可以听得出来，这2个人的想法是不同，在讲这样的一件事。可是我们刚刚讲，就这一次对于被罢免的就要降低自己的仇恨值。今天媒体上也有在分析，包括在双北，包括你说像徐小新委员他们这些，那个仇恨值是一直降不下来吗？为什么？对，先讲反赖这一块哈，国民党反赖也不是今年面对罢免才反，从去年一开始就整个国会的运作，就是让所谓的民进党政府或者赖清德的政府没办法运作，包含删除预算嘛，这些删除预算删到非常没有道理啊，删到整个政府不能运作嘛。有用民众党一个立委讲的话就是让他们不能做，所以他们才会好好做。这个逻辑到底是什么？不能做怎么好好做？所以整个国民党他们的逻辑就是让民进党不能做事嘛，然后以拉下所谓的民进党政府为最后的目标嘛，这是第一个反赖，反到最后以罢制罢，其实也在谈反赖啊。我就要问朱立伦，反赖可以啊，你们可以罢免赖清德啊。520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1个多月，快2个月了，提案呢？你们再继续骗选民说，我们这次选举反罢免就是赖清德的信任投票，就是要罢免掉赖清德，你罢不掉啊。赖清德还是在罢免完之后，他还是总统嘛，根本罢不掉。所以你们用这个所谓的反对赖清德的信任投票这一招，到底可以不可以打动民心，这是一个问题嘛。那反共这个议题，它不是假议题，也不是诋毁了。刚才那个说是诋毁，我要讲的是说，包含国民党认不认为民主的力量，马英九的相信习近平这件事情，他们也觉得不是不对的。所以侯友宜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不让马英九上台嘛。但是为什么让馆长上台呢？我就很怀疑说，为什么馆长他可以讲出台湾人的性命由14亿人决定的时候，隔天可以来傅崐萁的台子上，还是傅崐萁根本就是认同这个言论啊？傅崐萁自己在当选立委3个月之后，就带了16名的立委跑去见了王沪宁嘛。那时候花莲还在赈灾，还在复建，还在重建呢。他带了16名立委，没有人当选3个月，马上去见王沪宁。到底他对王沪宁讲了些什么？当然是公民罢团最重要质疑这一次为什么反共变成最重要的主轴，就是整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国会里面的毁宪乱政，到底背后有没有一只黑手介入嘛？这才是大家的关心的问题嘛。最后当然是由民众来做这个最后的决定，但是国民党不管是所谓的国会扩权，或者是在第2会期的这个预算乱删的问题，到底你们的目的是什么？而这个目的背后有没有一只黑手在介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次反共跟反赖，我觉得最后中间选民在做决定的里面，他们会去做选择的问题。OK， 阿淼，我们讲说，包括赖清德总统所讲的那里头，蓝营现在有一直追着这个打，显然就是很多蓝营会觉得说，这个议题对他们在集结或是激起所有自己支持者的热情里面是有帮助的一块，那要不然不会这样子一直打。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好，譬如说像我们就讲台北这几区，像罗志祥也有直接讲，好是啊，如果这样的话，他是53%上的嘛，有本事就54%，把他罢掉，他就不讲话。当然，如果是54%，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某种程度，那是不是真的赖总统这些在对蓝营的支持者来讲的话，那真的透过蓝营的这些委员来讲的话，真的对他们有注意吗？
罗志强他收从标准也不是第一天，不是第一次了。他说啊，那他53%当选，那如果54%罢掉他，他来心服口服。他之前去罢免陈柏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陈柏惟当选的票也比罢掉他的票多啊。我还记得陈柏惟被罢免当天，朱立伦出来讲，这是民主的胜利耶。怎么今天轮到他们自己面临被罢免的时候，整个逻辑都变了哈？所以显然讲这些，他就是个吹票语言他不是认真要讨论任何事情啊。包括说现在蓝营很多人说罢免门槛怎么那么低，门槛怎么那么低啊？你不会去问帮你们站台的黄国昌吗？当初主张罢免门槛降低，最大力的就是他现在还有这个25%的门槛，那时候是柯建铭主张要保留，黄国昌还痛骂柯建铭说你这个是叫假改革，这叫打假球，因为黄国昌要简单多数决，1票要罢免同意，0票不同意也罢掉，这是黄国昌要的啊，当时。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讲的蓝营的这些，他们都不是在认真讨论任何什么法治要怎么制定国家才好，他就是因人设事，一时一地，面临到现在他们自己要被罢免了，所以什么理由都丢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嘛。那刚刚讲到前面提到说，赖总统他的10奖这个今天要第4奖，那每一奖呢，我有看了，时间至少都30分钟起跳那所以对于蓝营来讲我观察前3奖的状态，蓝营应该是就是有专人，可能好几个在盯他讲的直播。那民进党对于这个我觉得当然，国民党打的是这个他要转守为攻嘛，改攻赖清德。对于民进党来讲，现在真正的关键在于说赖总统他是总统的高度，所以他的发言不管是不是风趣幽默然后这个整个大家都觉得说群众魅力很强，大家都一定会讨论他，所有的新闻一定会评他，因为不可能总统演讲30分钟，结果大家都不提。所以他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强力的设定议题的这个主动的优势。所以接下来现在第4奖要讲国防嘛，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包括了这个外交的啦，甚至到最后还有关于内政建设、均衡台湾这些，他要设定议题在哪里？前3奖很多都是讲过去的事情，过去几十年前，甚至国民党还在中国的时候的事情。那个议题很难设定因为对于选民来说，很多人看的是眼下眼前，还有未来你要把我们国家带去哪里。所以接下来我觉得整个大罢免，既然赖总统已经端出10奖了，不可避免的他就会成为国民党围攻的重心。对于赖总统来讲，他怎么透过他剩下的7奖，要能够设定一个现在有效议题，比如说国防，其实不用去盘点以前台湾怎么样，也不用去盘点说以前蒋介石、黄埔在那边抗日怎么样，直接切入重点。未来在赖总统执政期间，国防我们怎么做？还有重点之中的重点，重中之重就是我们需要立法院怎么支持我们的国防。这一点点出来才是破题就是说现在大家就是在问嘛，这些立委该留还是该走？那你留要做什么好的事情？该走为什么要走？所以那个议题的设定一定要把它锁定，告诉大家说，这个国家需要立法院如何来支持。那国民党这些蓝委，你要说明跟选民交代，我会不会支持对国家有利的政策？那如果最后的倒数了剩下25天，能够走向这样的辩论的话，至少啦会比吵那些枝枝节节的1个字2个字还来得更有意义。OK， 尚狗，我们把两边的各自阵营现在看起来，对蓝营来讲的话，除了刚才讲说主攻，把赖清德总统所有的这些拿来当做未来反赖或者刚讲反共versus反赖这一块以外，蓝营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白营这个地方的合作，所以黄国昌主席或是白营所有的制度，未来25天应该可以看得到，是会越来越紧密一些的合作的一些的模式吗？好，那对于另外绿营这个地方来讲，除了罢团提出来的反共这些以外，但刚讲到赖清德总统那个10奖，媒体上的报道，绿营好像也有一部分人对那个内容讲说，那未来7奖要再特别谨慎，然后甚或希望7奖能够是对整体的氛围或台湾是有帮助的。绿营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些的声音出来？那未来7奖要再特别谨慎，然后甚或希望7奖
能够是对整体的氛围或台湾是有帮助的。绿营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些的声音出来？而除了这个以外，那除了绿营有没有这样一些的声音出来以外，那绿营本身霸团跟民进党之间的合作，未来你判断会是怎么样？霸团内部，因为我今天看媒体报道，是新店那儿吗？对，新店那儿是不是感觉上好像有一点内讧着？就领衔人跟他们的团体嘛。不就他们有什么好内讧的？而且都过2阶了，为什么会出这种事？如果你以双方的说法，一个想要回到核心决策都不知道，然后当领衔人，然后霸团那一边的说法是他的领衔人的承诺不断的跳票，信任基础薄弱所以会产生一些那其实霸团里面的纷纷扰扰，它不是没有，只是他是不是纷纷扰扰大到让它成为另外一个大焦点，是不是一个焦点？那当然，现阶段大家都说罢免没有一个对手，所以都在找稻草人。现在不是稻草人真的人出来了，他要来实讲真的人出来了，那真的人来出来，其实刚才博雅说有专人在看什么。如果我是在野党，我也专人看一定要，一定专人伺候。马上结束之后，马上就要公。当然一定专人伺候你旁边可能还有一个 Google， 他讲的那个历史对不对？他讲的什么对不对？那你就不要被抓到现在是在搞大罢免呢，是在政治操作呢。现在在打仗对啊，在打仗不是在跟你坐下来，在那边说斯文的来你那个说的很好你那个说的不好，我当然找你不好了。现在在打仗嘛，那你说民进党有没有意见？私底下听了几次意见的说法甚至有民进党比较含蓄的问我说：“你认为总统那10讲现在3讲怎么样呢？”我说每次讲完了以后，坦白说一句话，他到底要讲什么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什么杂志啦，记得什么代表啦，记得什么啦。那很清楚一件事，就是被移转嘛。炎炎夏日，你讲这么长干嘛？一讲45分钟，上课国家人民主权。从这时候基本政治学开始教起。我的天哪！拜托，人民不会不会想要去了解这一些的啦。人民不想要了解这一些啦。人记不记得之前美丽岛民调里面做出他的10个议题里面最想知道的是什么？经济嘛，国内经济嘛。那你再去看一下，对国内经济的表现，30几%满意，50几%不满意而且50几%是所有美丽岛民调里面所有分区全部超过50%，认为经济不好星期一就昨天嘛，川普讲几下话，我们的股市又晃了，他又跟你说7月9号不演了。人民又关心经济怎么样？我说，难道总统府不看一下民调人民关心什么吗？你不用讲这么多。其实你讲的再多，对人民来说，说一句白点的话，你讲的现在的状况，你讲宪政的问题，你讲立法院怎么样，我今天讲一句话，随便找个霸团发动罢免的，讲的都比你精彩因为那是就从那里开始的嘛，对不对？霸团青鸟什么在外面？在那边喊半天，正在那边里面在干什么？现场直播，他比你说一句话，他比你耐心的讲的还精彩我们为什么要罢免？他可以从扩权讲到预算，讲到什么？我今天讲一句白一点那个读稿你找那个阿美出来骂，可能都大家还比较想听。但是算公，现在两边都在跟时间赛跑，剩25天嘛25天里面就是看谁能够把所有的支持者跟到最高嘛，因为到最后就是两边都比霸盘这个地方或民进党这个地方比有没有过25%嘛，因为没过25%就不用讨论嘛。第一个过25%，国民党这个地方就是一定要比不管你那多少，国民党就一定要比霸团跟民进党这个地方多1票嘛，因为你过25%就一定要多1票嘛。
所以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这25天，不管这边是用实奖，是用霸团，或是7月4号开始什么环台全台大绕境嘛，用所有这些方式，国民党的陆战，所有这些包括抓到空战的梗全部打。时间赛跑25天，你自己怎么判断？我觉得你看现在的情势走下去，你会发现国民党的过去50%的投票率是有往上走哦，它是有往上走哦，因为现在已经就是开打的状况哦。但是国民党虽然有往上走，但是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如预期嘛，还不到如预期。当然有很多的选区啦，有很多的选区，我认为都不是25的问题啦，是在比谁的票压过谁啦哈。你像认为徐小新的选区啊、傅昆萁的选区那一些，我都认为是大家比票的啦，不是比25的啦哈。那当然现阶段你看到说，傅昆萁大张旗鼓，傅昆萁最清楚一件事嘛，他那个选区多狭长，他的重点区块。其实就5个地方超过10000票的，只有1市2镇10乡里面只有5个超过10000票，那10000票里面就将近了87%、88%的选票在那边嘛。那今天很清楚一件事，你为什么想到要请馆长？你为什么要想到请那个2个白的立委？民众党的立委，很清楚嘛。我就是要他们可以影响的票嘛，一个流量当中的票等等的，他就是要他们的票嘛，这没什么好谈的。不要忘记哦，花莲市有一个是民众党的议员哦，傅国渊哦，然后总统选举的时候，其实你们赖清德跟柯文哲在那边拿3万多票不相上下，不相上下，你说要不要？一定要嘛。OK。那你看，国民党，他后面的很多场次一直都在跟那个黄国昌在谈，在跟黄国昌谈。你说，民众党的组织很大吗？很强吗？他的组织吗？并不强哦。你注意看他们的在各地的议员都是单点的 ，OK， 都是单点的，他没办法像国民党跟民进党里面那个议员是。全面性的下去哦，它是单点 ，OK。但问题，国民党最缺的是什么票？年轻选票。你注意看他们的在各地的议员都是单点的 ，OK， 都是单点的，他没办法像。国民党跟民进党里面那个议员是全面性的下去哦，它是单点 ，OK。但问题，国民党最缺的是什么票？年轻选票。国民党最怕的什么？年轻选票。以花莲来说，年轻选票在花莲占26.6%。那花莲很多都是返乡投票。那为什么嘉年华要跟你故意搞到26号呢？这很清楚的一件事嘛，这就已经很清楚，就是抢票嘛。大家抢交通的票嘛，抢交通票。那你现在过来看，我觉得民进党动，但民进党一个问题就是说，现阶段的空战，到底是民进党主导还是霸团主导？因为你现在看到霸团7月4号大绕境以前，全部人在看什么？赖清德的实讲，到底又要出什么问题 ？OK， 你到底又会讲出什么事情来？那大家看这个，如果你这个裂缝，你从1讲、2讲、3讲被抓到的毛病，4讲甚至于还有在裂缝一直拉下去的话，反绿的票怎么走？那好，如果这样的话，我来接下来。只剩下25天，你们跟霸团之间在未来这整个要怎么样把战力发挥到最高？我觉得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希望台湾国会正常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希望可以继续延续这些年来民进党在台湾执政的一些成绩。我举例来讲，大家可能都小看台湾，大家不知道台湾在全世界的排行里面有多优秀。我们是全世界第6大经济体。
我们是全世界第21大经济体，我们的世界竞争排名是全世界第6，我们的经济自由指数啊，我现在讲的都是经济哦，经济自由指数是全球也是排名第4啊，都是名列前茅。好，讲到民主，因为在野党每天在骂我什么，我们是独裁，我们是独裁政权。我告诉大家，我们在全球的民主指数里面，台湾排全球第12名，在亚洲是第1名，连日本都赢。好，那我的意思说，我们为什么希望这个国会正常化，就是希望说台湾不要有人扯后腿，不要做出一些让大家觉得非常乏指，觉得简直难以接受。我们期待有一个忠诚的反对党，这个忠诚反对党不是对执政党忠诚，是对人民忠诚。好，我举例来讲，因为现在有太多荒腔走板的事情，过去国会那种毁宪乱政离谱的事情我都不讲，我就讲最近一件事好了。我都觉得那应该是直觉的膝盖反应的事情，没想到国民党不是这样做。我们的准副总统在捷克被中国设计说本来要车子去撞他，希望制造一个冲突，甚至希望能够让这件事成案，然后造成不幸的事件。这件事情是捷克的当局都已经证实这件事情哦。我们本来想说这件事情大家应该同声要谴责中国，好，这个事情非常不道，几乎就是一个恐怖行动，非常离谱的行为，好，为国际社会所唾弃。国民党到现在对这件事情没有表达任何意见。他们的立委廖先祥竟然戏子的那个，我不要去影响到其他的，戏子那位廖先祥，他竟然还讲说，哎呦，那个连撞都撞不到，好逊哦，好，类似这样的话。他说，你看韩剧都撞了，随便撞都撞成功。请问这是人讲的话吗？请问这是一个正常国会议员该讲的话吗？请问朝野的政治斗争可以斗成这样子吗？你不敢去谴责中国半句话，这就是不正常的国会。我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位旁边的徐巧芯，他也很怕被廖先祥沾得到。他说没有，我没有笑哦。徐巧芯真是很聪明的，结果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应该去骂捷克，我们应该去指责捷克。他去指责捷克干嘛？捷克是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去谴责中国。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不正常的国会？因为我们的国会里面有太多中国的协力者，而中国对我们有武力威胁。这就是我们希望国会正常化，所以未来我就讲，第3阶段就算我们31个全部罢掉，也不是民进党的人都当选我们还是要经过重新的补选。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民主大联盟的概念，好，所以不要在那边鬼扯啦，什么赖清德在背后，你看国民党的代表刚刚在讲赖清德什么干预司法，讲半天，我很认真听，我还做笔记，没有讲半点任何的实据出来，简直都鬼扯嘛。所以我跟大家讲，这是一个民主大联盟的概念，好，所以不要在那边鬼扯啦，什么赖清德在背后，你看国民党的代表刚刚在讲赖清德什么干预司法，讲半天，我很认真听，我还做笔记，没有讲半点任何的实据出来，简直都鬼扯嘛，鬼扯没办法执政。过去民进党也执政过，用最负责任的态度当一个忠诚的反对党，才有可能赢得人民的信任。你看，我再举个例子，我刚刚接到一个讯息，我觉得很离谱。我们现在节目还在进行当中。赖总统是6点35分晚上演讲，6点不到，国民党已经发讯息说要针对赖清德的演讲，明天要大肆的批评。他6点已经发简讯了，通知大家去采访。是有监看。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不管赖清德讲什么，他就是要批评就对了，为反对而反对。OK， 来委员，那未来你们怎么样在25天里面整合把你们的战力拉到最高，跟白银之间的合作？当然，白银之间合作来自于就是我们现在共同都是这个白银，现在就是讨厌民进党、讨厌赖清德国民党也是，所以蓝白之间有共同的这利益，这样结合在一起哦。所以现在面对譬如说区域立委，的确很多的选票上包含这个是需要跟民众党去做结合的，所以在此时此刻当然是处于一个目前是合作的态势哦。但还是要回应一下，譬如说刚刚伯恩一直有讨论到说国会正常化嘛，那怎样的国会叫正常化？听民进党的法案，听民进党意见，然后不做任何的预算删减，照程序也一样照程序啊，不需要什么这个什么随便乱举手表决，像国小不在开班会一样，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法案负责，要充分讨论。这就是伯恩他透过这样子方式来糊弄现在观众嘛。你回去看立法院的议事规则，举手表决不是其中一个合法的规则吗？
当然，我觉得提点人数，你要好好举手表决是很荒唐的事情，是过去很少做的。那没问题嘛？如果这个是一件符合国民的政策，为什么要举手表决？那再来讲一件事情，你连人数都清点错误。刚刚彭博文讲到说民主嘛，这个民主这个赖清德可能主政执政底下，那台湾的民主指数是很名列前茅的嘛。那请问赖清德总统讲的不是表决多数就是赢，这句话这是民主还是不民主？我一直出现，你看你又在鬼扯。他的意思是说，论述很重要，我们就算表决输，论述也要赢，有被你扭曲成这样？那他有没有说？人家讲的是说民主淬炼百炼成钢，被你讲说什么要剔除杂质、剔除反对他人？大家仔细看，民主淬炼需要把杂质要80%民意嘛，就是之前蔡英文那个时候80%民意要把杂质淬炼掉嘛。民主不需要淬炼吗？民主就是淬炼才能百炼成钢。那你告诉我，杂质它是不是暗讽什么东西？一定是啊。他没有暗讽任何什么东西啊，他也做说明啊，不是东西，所以我觉得最后你要装睡当然叫不醒嘛，不是，我觉得大家回去看，我没有刻意的去曲解赖清德总统亚洲第一，这也不是我们做的今天最后讲一下哈，如果今天赖清德总统这10讲哈是可以让他们民进党大罢免都成功，大罢免这个都成功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么多检讨的声浪嘛。今天没有人逼赖清德总统出来讲这个团结国家10讲。那议题跟战场设定也是赖清德总统自己去设定的。那现在出现的这些争议，那当然他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啊。那也因为这个团结10讲这3讲到目前为止，导致现在的确在大罢免的民调上面是有出现一个这个此消彼长的状态，也的确越来越多的不管是蓝营的支持者，甚至有些中间选民认为说，总统怎么会讲这些话，而愿意出来这个反对所谓大罢免，的确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嘛？那没关系，就。你可以批评的，可是你要举出实证啊！你刚刚讲说我们介入司法，你提出什么样的证据？你说赖清德干预司法，你提出什么样的证据？我刚刚是说，我们以前会讲说啊，这个扁案可能受到干预，我至少还看到说。那个以前一个叫陈云南，调查组主任带一排检察官站出来说，扁案办不下去，我们就全部下台。为什么？至少还有这个，我们还可以批评。我讲最简单，请问你批评什么？请问你举出什么证据？我讲嘛，最简单的证据就是，请问一下，检调在调查柯文哲这个金华的案子的时候，为什么都有内容跟特定的资讯传给特定比较亲绿的媒体？这你要问媒体啊。你要问媒体上公跟我们都媒体出身的这个事情吗？你们这个跟赖清德有什么关系？你们太好笑了。当然，他的整个过程里面，他当然就是他整个论述里面，当然对当时的民进党相关政治人物，包括他们政府，相对比较有利益嘛。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会有这样子推论出来嘛。OK， 未来到底这整个大罢免还剩下25天，那未来25天，那各阵营怎么样能够把所有支持的热情全部都吹出来？最后，开票。当然就见真章，未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选民的面，我们明天见，拜拜。